日本监狱的规则能够多严格？在这里，囚犯会受到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，极端的规则让变态看了都直呼内行。狱警都是行走的监控，囚犯洗澡时也会被目不转睛地盯着，吃饭有严格时间限制，哨声就是命令，只要坐着就必须用盘腿的姿势，走路时双臂的摆度需要与肩膀持平，见到狱警要恭敬行礼，简直比军队的管理还要规范严格。一旦发现不听话的刺头，就直接警棍伺候，打到你喊娘为止。可这些都还只是开胃菜而已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桃 K 档案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让人绝望的日本山口监狱。山口监狱位于日本东京南部的郊区，监狱采用了蝴蝶式结构，蝴蝶的身子也就是躯干部分是狱警的活动区，而蝴蝶的4片翅膀则是关押区。在镜头面前，监狱长十分和蔼可亲，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。他自豪地表示，山口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模范监狱，监狱的宗旨是以爱之名感化囚犯，所以围墙、瞭望塔，就连牢房窗户的护栏都省去了。不仅如此，监狱的环境那是堪比星级酒店，独立套房并配有马桶和淋浴间，而且为了陶冶囚犯们的情操，监狱每周会定期开展烹饪、绘画等文化课。除此之外，监狱还给犯人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，打球、跑步，只要开心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哪是什么监狱啊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。然而真正的山口和监狱长所说的相比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无关系。目前山口监狱关押了650名囚犯，他们罪行并不严重，大多是一些小偷小盗等谋财罪行，几乎没有害命的恶人。正常来说他们罪不至死，可监狱却为囚犯们制定了一套生不如死的规则。监狱之所以没有围墙等其他安保措施，不是因为囚犯被感化了，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到户外。狱警就像行走的监控一样，甚至连囚犯洗澡都是在狱警的注视下进行的。什么户外自由活动时间都是监狱长胡编乱造。囚犯就连吃饭都不是自由的，必须遵守13分钟的原则，口哨声就是命令，开始和结束必须1秒不差，而且吃饭时不能讲话，也不能看向窗外，吃完饭还得双手合十，齐声感谢监狱长的大恩大德。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，管你大的小的，统统都要在3分钟内解决，一旦哪天肚子不舒服，那就只能自求多福。这还不算完，监狱对囚犯的走路姿势也有明确规定，走路时双臂的摆度需要与肩膀持平，手指也不能弯曲，就算到了休息时间，依然也不能松懈，时刻都要保持盘腿而坐。监狱也知道在这种环境下，有很多囚犯都受不了，于是为了防止有人自杀，牢房中24小时灯火通明，狱警每隔半个小时就会到门口视察，确认囚犯是否活蹦乱跳。等到冬天，囚犯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因为墙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，所以室内的温度比室外还要低，再加上没有取暖设备，囚犯们就只能抱在一起互相温暖。可日本是一位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，简单的说就是比较排外。比如这位法国小哥，根本没有人理他，只能可怜巴巴地蹲在角落，一个人瑟瑟发抖。仅仅6个月的刑期就差点要了他的小命，等到出来时候的模样，就连亲妈都差点没认出来。更离谱的是，小哥4个月没洗澡，就连内裤都没换过，出来的时候浑身散发着厕所的味道。提起那段日子，小哥那是鼻涕一把泪一把。不过与眼前这个老人相比，小哥已经足够幸运了。83岁的加藤曾有47年是在监狱度过，也就是说他被整整折磨了47年。如今加藤生活根本无法自理，还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和幻想症，如果不是妹妹佳音一直照顾，他可能出狱后没几天就死了。如果说他是十恶不赦的罪人，其实并不值得同情，可事实却是加藤是被冤枉的。他年轻时被真正的凶手诬陷杀了4个人，原本已经被判死刑，好在妹妹佳音坚持为他申冤上诉，终于在入狱47年后，警方通过 DNA 找到了真凶，加藤才得以沉冤得雪。然而这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，他的人生从被抓进山口监狱那一天起就彻底毁了。令人唏嘘的是，尽管加藤已经出狱好多年，但那些在监狱养成的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。他依然会坚持每天暴走5个小时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未停过。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认为，如果不完成任务就会遭到毒打。更让人觉得可怕的是，加藤走路会刻意避开栏杆、闸门、铁窗等含有监狱元素的场景。如果遇到塑料模特、海报、人物等元素，他还会习惯性的举手敬礼。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本能反应足以证明监狱对待犯人的手段有多变态。
对于加藤来说，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是3个小时的午睡时间了，只有那个时候他才看起来很放松，但其实他是进入了自己的幻想空间，那是他唯一能感觉到轻松的地方。他会把自己幻想成天使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煎熬，只有无穷的快乐。这些虚无缥缈的幻想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一位漫画家被加藤的悲惨故事触动了，于是他根据加藤的回忆勾勒出在山口监狱时那段黑暗的日子。加藤说，每天他最害怕的就是狱警的脚步声。原来日本的死刑是以绞刑的方式执行的，而且执行前不会提前通知囚犯，而是在行刑当天早上8点，狱警将毫无准备的囚犯带出牢房，10点前完成死刑。在未知中等待死亡，让囚犯们倍感煎熬。加藤也是如此，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竖起耳朵聆听门外的脚步声。如果狱警在自己房门前停下，那就说明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不知过了多久。有一次，加藤感觉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此时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。就在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隔壁狱友对他大喊道：“兄弟，别难受，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。”原来被带走的是隔壁狱友，然而加藤并没有感觉轻松，反而更加痛苦。狱友的那句告别的话则成了加藤一生的噩梦。从那以后，他便患上了幻想症。本来洗清冤屈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，然而加藤并没有感到喜悦，甚至在出狱那天，他连走出牢门的勇气都没有。当看到家人的时候，加藤一度认为是自己在做梦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加藤算是幸运的，为了帮助哥哥洗清冤屈，妹妹佳音终身未嫁，如今她也已经70多岁。不过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，佳音现在每天都陪在哥哥身边，帮他洗脚按摩，陪他聊天，他希望能尽自己所能，让哥哥安享晚年。后来根据加藤的描述，漫画家成功创作出一部关于描写山口监狱的漫画作品，并已经发售就获得大卖，而这座让人闻风丧胆的人间刑场，这才正式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。监狱对待犯人的态度往往是受国家文化的影响，还是那句话，适合的才是最好的，但如果真的是正确的，那就无需过多掩饰吧。好了，关于本期内容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转发，关注黑桃 K， 带你玩转地球，探索世界。